關於這場婚事的流言在城中悄然散開，人們私下議論着，那位夫人竟然要讓他的繼子去迎娶哈克本伯爵的女兒。這場婚姻之所以令人議論紛紛，是因為哈克本家族籠罩着一層陰影，傳聞中哈克本家的女兒們都活不過20歲，這就是哈克本家族的詛咒。一名婦人看向身邊的丈夫，問道：“親愛的，我們要不要現在取消婚禮？趁現在還來得及。”他注定會死，因為被指責身體虛弱無法生育而受盡折磨。弗利達看向父母說道：“爸爸媽媽，婚禮馬上就要開始了，你們該不会真的在考慮取消吧？”母親看着弗利達回應道：“即便如此，你是我們3個女兒中唯一活下來的那個。”弗利達沉思着，沒錯，我是那個幸存的孩子，至少目前是這樣。我的2個姐姐在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，我從小也和她們一樣虛弱。母親喊道：“弗利達，我告訴過你不要去外面。”弗利達看向窗外，我也想去外面玩。母親回應道：“不行，你的身體不夠健康，我不能像失去你姐姐們那樣失去你，拜託了，留在家裡面吧。”弗利達回應道：“好的，媽媽，我早已做好了生命短暫的心理準備。因為父母過度的保護，我基本上一直被關在家裡。如果我結婚了，這一切都會改变，所以不用太擔心。”弗利達看向父母說道：“結婚是很正常的事，所以別太擔心了。況且這場婚事是皇太后出於政治目的安排的，所以就算反對也沒關係。”弗利達露出微笑，終於可以和那些只能坐着等死的日子說再見了。宏偉的教堂內，丹尼爾與弗利達並肩站在神壇前，神父莊重地問道：“丹尼爾，你是否願意娶弗利達為妻？無論貧窮還是富有，健康還是疾病？”弗利達注視着身邊的男人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。神父的聲音繼續在禮堂回盪：“你是否願意與他結為合法夫妻，直到死亡將你們分離？”丹尼爾沉默地站立着，神情冷峻而深沉。弗利達沉思着，他看起來比我想象中更有绅士風度。這樣的人真的會是傳聞中那個皇帝的獵犬嗎？教堂大門被推開，一名士兵衝進禮堂，他們發現了潛逃叛徒亞瑟諾丁漢的兒子，我們必須立刻去追捕他。賓客們議論紛紛。神父斥責道：“你知不知道自己在神聖的儀式上做什麼？立刻離開！無論大公多麼熱愛戰鬥，他也不至於野蠻到在自己的婚禮中途離場吧？”丹尼爾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他開口說道：“抱歉，看來我確實是個野蠻人。”他轉身離開。我想繁瑣的儀式到此為止就可以了。在17歲結婚的那天，母親一直在哭泣，丈夫就這樣把我丟在了婚禮現场。奇怪的是，我並不覺得憤怒或者悲傷。從現在起，我結婚了，我終於走出了那座宅邸，走向外面的世界。然而，我的丈夫在婚禮後不久就陷入了昏迷。3年後，陽光照耀着宏偉的城堡——斯維根帝國南部的蒙海姆城堡，坐落在理查茲公爵領地的烏德勒支。穆里尔站在草坡上喊道：“夫人，請現在回屋裡去吧。”弗利達正彎腰在花叢中忙碌。“等一下，穆里爾，我想先摘下這朵花。”穆里尔雙手叉腰，神情嚴肅地說道：“您在陽光下待得太久了。”弗利達回應道：“沒關係的，我戴着帽子呢。”穆里爾提醒道：“可是您上次就突然暈倒了。”弗利達舉起裝滿鮮花的花籃：“你覺得公爵大人會喜歡這些花嗎？”穆里爾沉默不語。即便丹尼爾被冠以那些恐怖的名號，比如皇帝的獵犬或是沉默的殺手，穆里爾問道：“夫人，您真的那麼喜歡他嗎？”他不但在婚禮中途離開，而且已經昏迷了3年。只要你想，隨時都可以回到家人身邊。你父親也希望如此。弗利達回應道：“謝謝你的關心，但我真的沒關係。”他扶着帽檐，露出燦爛的笑容：“我很滿意現在的自由。”弗利達推開沉重的木門，走進房間。“我回來了。”他提着花籃來到床邊，看着依然靜靜躺在床上的丹尼爾：“看來你還在熟睡呢。”丹尼爾雙眼緊閉，沒有任何回應。“我的丈夫丹尼爾，自婚禮那天起，我們之間就沒說過一句話。我擔心他可能永遠都不會醒來。不過照顧他並不算辛苦。”弗利達伸出手，指尖觸碰着丹尼爾的臉頰。“畢竟是由於他的存在，我才獲得了享受這份自由的機會。”他坐在床邊的長凳上，所以我想盡我所能的幫助他。他握住丹尼爾的手，這就是為什麼，只要我還活着，我就會履行作為你妻子的職責。弗利達拍了拍自己的臉頰，等等，現在不是感傷的時候，我今天還有很多工作要做。他在床邊整理着花籃，我先去把這些花插進花瓶裡。然後躺在床上的丹尼爾手指突然动了一下。弗利達看着丹尼爾的手，他剛才是不是？丹尼尔突然抓住了弗利達的手腕，将他拉向自己。花篮掉在地上，花瓣散落一地。弗利達驚恐地開口：“大公大人，我那昏迷了3年的丈夫就這樣突然醒了過來。”弗利達輕聲問道：“大公，您醒了嗎？您認得我嗎？”丹尼爾低聲說道：“花。”弗利達愣住了：“花？您是說我像花一樣嗎？”丹尼爾回應道：“我不是那個意思。”他指着床邊散落的花瓣：“在那兒，這些俗氣的花是怎麼回事？”陽光透過高大的窗戶灑進臥室，丹尼爾靠在床頭，沉默地看着站在床前的3個人。多米尼克輕笑一聲說道：“讓我來為你介紹一下。”他看向弗利達：“這位是公爵夫人，您在3年前娶了她。”丹尼爾沉思着：“我的妻子就是那個女人嗎？”一旁的中年男子憤怒地喊道：“那個女人，你知不知道這段時間夫人受了多少苦？”多米尼克也跟着附和道：“沒錯，你不該那樣說話。”弗利達連忙安撫眾人：“請大家冷靜一點，他一定也很混亂。他撞到了頭，整整昏迷了3年才醒過來。”中年男子冷哼一聲：“只是撞到了一塊石頭，居然花了這麼長時間才醒過來，真是太奇怪了。男人不該這麼虛弱。”多米尼克用手肘碰了碰中年男子：“好了，父親，您不能這麼說。公爵大人是為了救我才變成那樣的。既然他已經躺了3年，我想他
肯定吸取教訓了，以後再也不會為了救別人而拼命了吧？中年男子乾咳一聲，我想也是。丹尼爾低沉的聲音響起，你們2個別太過分了。弗利達驚呼道：“天哪！”他的眼睛變紅了，看來傳聞是真的。他生氣時眼睛真的會變紅。中年男子猶豫着開口：“既然您已經有了妻子，說話是不是該更謹慎一些？我很擔心夫人會因此感到難過。”丹尼爾盯着他問道：“什麼？你到底在說什麼？”弗利達被丹尼爾的反應嚇了一跳，呆呆地望着他。丹尼爾看向弗利達說道：“你能先出去一下嗎？”房門關上，丹尼爾開口詢問：“多米尼克，簡要告訴我，這3年領地裡發生了什麼？”多米尼克回應道：“簡單來說，夫人賣掉了城堡裡所有值錢的東西，種了1園子藥草。”丹尼爾打斷了他：“收回那句話，給我詳細解釋清楚。”多米尼克回應道：“這個嘛，您還記得烏德勒之領的以前是多麼荒涼嗎？那是塊出了名的不毛之地，西面是阿爾塔斯山脈，南面是拉法斯山脈，根本沒有適合耕種的土地。但是夫人在視察領地後，突然下了命令，把城堡東邊的森林全部砍掉。起初我並不明白她的用意，但夫人解釋說，為了發展領地，必須為領民們騰出可以定居的土地。於是我們派人清理了阿爾塔斯山脈的林地，枯木被連根拔起，原本茂密的叢林化為平地。這項浩大的工程幾乎耗盡了領地最後的積蓄。為了支付工人的工錢，我們便賣了所有能賣的東西。”他攤開雙手大笑起來：“您想去看看現在的領地變成什麼樣了嗎？”丹尼爾抓緊被角，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的房間变成了花圃。中年男子回應道：“那只是因為夫人喜歡。現在的領民數量是您剛接手時的5倍。最近我們也開始小額徵收稅款了。此外，去年我們在城堡附近開墾了土地，種下了藥草，雖然只是些植物，但據說能賣出很高的價錢。”丹尼爾扶着額頭說道：“我還是不明白，那個瘦弱的女人全憑一己之力做到了這些嗎？”多米尼克回應道：“是的，雖然她的體型只有您的1半，但她擁有巨大的勇氣。”丹尼爾陷入了沉默。夜幕降臨，房門被推開一道縫隙，弗利達探進頭來：“大公。”丹尼爾坐在床頭問道：“什麼事？”弗利達走進房間：“我想您可能餓了。安東醫生說，現在喝點湯應該沒問題。需要我为您端一些過來嗎？不過您現在可能還沒法立刻吃東西吧？”他快步走到窗邊，關上窗戶：“您需要保暖，我再去把壁爐點着。”丹尼爾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一言不發。弗利達拿起毛巾：“您出了很多汗，我先為您擦拭身體，然後再換上一身新衣服。”丹尼爾問道：“你是說這些都要由你來做嗎？”弗利達笑着回應道：“是的，沒錯，以前我一直都是這麼做的。”丹尼爾拒絕道：“不必了。”弗利達愣住了，但是丹尼爾靠在床頭：“我今天想休息了，不用擔心我，明天我也會開始進食的。”弗利達走向壁爐：“好吧，那我再去添些柴火，請好好休息。”丹尼爾問道：“你還好嗎？你的臉色看起來很蒼白，是不是哪裡不舒服？從現在起，讓僕人們來照顧我。”弗利達愣在原地：“讓僕人們來？難道他是害羞了嗎？”丹尼爾繼續說道：“你以後不要再親自動手了。”弗利達僵在原地：“是啊，這是他第一次看清我的臉，也許他不喜歡我的長相，我看起來和普通人不一樣，臉色總是這麼蒼白，毫無血色，消瘦的身軀，蒼白的頭髮。哈克本家族的女性在帝國初期曾被視為一種祝福，因為這個家族誕生過聖女，但在如今，這副樣貌卻成了另一種象徵。在荒涼的墓園中，天使雕像靜靜佇立，俯瞰着那些冰冷的石碑。這蒼白的一切，如今只是短命的象徵。連那些從小就認識我的女僕，都因為不想沾染厄運而不敢靠近我。那麼今天第一次見到我的她，又會是什麼感覺？我本該更謹慎一些的，我已經習慣了身邊那些待我如常的人們。”他看向丹尼爾說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以後我會交給僕人們處理。如果這讓您感到不快，我很抱歉。”丹尼爾問道：“你這是什麼意思？”弗利達愣在原地。艾米，丹尼爾繼續說道：“我從沒說過這讓我感到不快。”弗利達疑惑地歪着頭，完全無法理解他的話。丹尼爾掀開被子，翻身下床。弗利達驚呼道：“您不能這樣突然亂動！”丹尼爾的雙腳落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他深吸一口氣，穩住身形。“我在婚禮上逃走，回來時卻陷入了昏迷。是你在過去的3年裡一直照顧我。”他猛地伸出手，按在弗利達身後的牆上，將他困在自己的雙臂之間。“難道不是我讓你感到不快嗎？”弗利達急忙回應道：“你沒有，你只是在安靜的睡覺，完全沒有讓人不愉快的地方。反倒是我一直笨手笨腳地犯錯，我甚至還弄傷了你。”他低頭道歉：“對不起。”丹尼爾摸了摸額頭：“我並沒有為此生氣，所以你不需要道歉。我只是擔心你在這裡的生活會很辛苦。你看起來臉色非常蒼白。”弗利達抬起頭，疑惑地重複道：“我看起來臉色蒼白？”他滿臉疑惑：“大家都知道我天生就是這個樣子的，他為什麼突然提起這個？”弗利達試探着問道：“你難道不知道我有一個巨大的缺陷嗎？如果你不知道，那這場婚姻可能會被視為一場騙局。”丹尼爾沉默着，弗利達在心中驚呼：“糟了，他看起來真的不知道。”他急忙說道：“如果你在不知道這件事的情況下和我結婚，那我們就麻煩大了。所有出生在哈克本家族的女性都會在成年之前死去，所以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，也不知道會怎麼死。”丹尼爾打斷他的話：“我知道你的名字是弗利達·克勞德·哈克本，也知道這是一場虛假的婚姻。難道你不知道大家是怎麼評價我的嗎？”弗利達愣住了。丹尼爾嘆了口氣：“今天的談話就到此為止吧。”他坐回床邊：“如你所知，我還需要休息。”弗利達急忙上前：“你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康復，快點躺下。”他幫丹尼爾蓋好被子。丹尼爾看着被子上的花紋，說道：“我還是無法適應這種花紋。
你能叫僕人過來，讓他們為我準備一間單獨的房間嗎？如果你喜歡，你可以繼續使用這間房。弗利達疑惑地問道。單獨的房間嗎？丹尼爾說道。還有什麼問題嗎？弗利達猶豫着回答。這座城堡裡只有這一張床是可以用的。丹尼爾愣住了。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他想起多米尼克的話，我們把能賣的東西都賣了，連燈具和茶杯都沒剩下。丹尼爾捂住臉，發出一聲嘆息。那這段時間你一直睡在哪裡？弗利達平靜地回答。我就睡在你身邊。丹尼爾愣在原地，儘管丹尼爾還需要休息，但他還是在第二天一早召見了穆勒夫婦。弗利達在城堡外的庭院裡來回踱步，心中擔憂地想到，他現在一定很生氣吧。我確實在沒告訴他的情況下賣掉了城堡裡所有的東西。他本來就對這段婚姻不滿意，現在又知道了我的所作所為。弗利達感到心臟在劇烈跳動，萬一他一氣之下把我趕出去怎麼辦？他在心中吶喊，絕對不能讓那種事發生。我不想和那些親近的人分開，也不想放棄在這裡度過的珍貴回憶。在剩下的這段短暫時間裡，我只想盡可能幸福地生活下去。穆里爾快步跑向弗利達。夫人，您怎麼在外面？阿黛尔一直在找您。弗利達轉過身，你有沒有偶然聽到大公在辦公室裡討論些什麼？穆里爾回應道，沒有，城堡裡的門都相當厚實。弗利達垂下頭。穆里爾疑惑地看着他。弗利達繼續說道，大公一定非常生氣吧？也許我應該在客房裡留點東西的。穆里爾嘆了口氣，誰會跑到這種荒郊野嶺來住客房？而且你又沒有用那些錢給自己買衣服首飾，你甚至把自己的財物都分給了那些清理森林的工人，那是因為他這3年來一直無所事事，連一枚硬幣都沒賺到。弗利達神情憂慮地說道，話雖如此，但在沒有得到他許可的情況下賣掉城堡裡的所有東西還是太過分了。穆里爾拉住弗利達的手，這樣下去可不行，別在這兒待着了，你應該先去吃點東西，然後再擔心以後的事。弗利達拒絕道，我現在哪有心情吃東西？穆里爾顯得有些不耐煩，他直接將弗利達橫抱起來，大步朝室內走去。弗利達驚呼道，穆里爾！丹尼爾站在窗前，看着穆里爾抱着弗利達穿過庭院，他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，腦海中不斷回想着弗利達之前說過的話，如果你在不知道這件事的情況下和我結婚，那我們就麻煩大了。丹尼爾在心中沉思，無論早晚，死亡終究是死亡。他回想起3年前的那一天，那時候的我根本無法面對這個可憐的女人，她就這樣被強行塞進了我這悲慘的人生中。我第一次見到弗利達的時候，是在陰沉的墓地裡，那時候的她哭得像個孩子。敲門聲打斷了丹尼爾的思緒，門外傳來里卡多的聲音，大公，我是里卡多，還有多米尼克。丹尼爾收回神，進來。里卡多推门而入，笑着对身邊的多米尼克說道，我就說他只需要半天就能恢復過來。多米尼克問道，父親你在說什麼？昨天你還在羞辱他，說他比自己的妻子還要虛弱。里卡多回應道，那是因為我覺得夫人獨自承受這一切太可憐了。丹尼爾猛地拍向桌面，發出一聲巨響。多米尼克、穆勒、里卡多、穆勒，我真不敢相信你們竟然就這樣眼睜睜地看着情況變得這麼糟糕。現在把那個交出來。多米尼克拿出一株草藥，你是指什麼？難道是這些当地產的草藥嗎？丹尼爾說道，別裝傻了，我說的是交給你保管的那把金庫鑰匙。究竟是為什麼？你為什麼要瞞着他，把這麼多錢財和寶物藏起來？多米尼克回應道，我以為那是最好的選擇，我不能隨便把它展示給任何人。丹尼爾說道，如果在我醒來之前他就去世了呢？那樣的話，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們擁有這麼多財富，就會在痛苦中死去。多米尼克垂下眼簾，那確實會很不幸。丹尼爾坐在椅子上冷笑道，沒錯，這才是我想象中的多米尼克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擁有一顆絕不動搖的冷酷之心。多米尼克微微躬身回應道，感謝您的誇獎。丹尼爾伸出手，既然我現在醒了，就可以把這件事告訴他了，把金庫鑰匙交出來。多米尼克陷入了遲疑，他拿出那枚鑰匙，猛地將鑰匙捂在胸口。如果你是想把這把鑰匙交給他，我反對。丹尼爾愣住了，什麼？多米尼克說道，公爵夫人是一個非常有野心的女人，如果她得到了這筆錢，她一定會把這片領地變成帝國最偉大的土地。丹尼爾反問道，那又有什麼錯？多米尼克說道，你認為皇太后會坐視不管嗎？你會被再次召回戰場，重新成為皇帝的獵犬。他低下頭，聲音顫抖着說道，我不能眼睜睜看着那種事再次發生。3年前大公為了救我，頭部受了重傷，如果他那時丟了性命，我可能會直接衝向皇太後，在發洩完所有的憤怒後死在他手裡。畢竟是他將大公送入了那場死局，我壓抑着那股怒火，唯一的理由是因為大公雖然昏迷不醒，卻依然還有呼吸，我堅信他總有一天會醒來，才熬過了這些年。多米尼克跪在地上懇求道，請相信我，現在您必須盡可能保持低調，等一切塵埃落定之後，再把鑰匙交給夫人，這樣不是更好嗎？他觀察着大公的反應，心中暗自揣摩，他看起來並沒有生氣，難道我成功說服他了？城堡外傳來了陣陣鳥鳴，安東醫生緊跟在丹尼爾身後勸說道，您不該這樣過度勞累，請回房間躺下休息吧。丹尼爾大步向前走去，夠了，去把巴爾扎克給我牽來。安東醫生愣了一下，您是指那匹您最心愛的馬嗎？您該不會是打算現在就去騎馬吧？您真的需要休息，如果您突然劇烈運動，可能會導致癱瘓的。丹尼爾的腳步頓了一下，醫生的這番話讓他想起了不久前發生的事，他伸手按住後頸，腦海中浮現出弗利達的身影。說真的，有個妻子，似乎除了麻煩之外一無所獲。幾個小時前，弗利達提着木桶走近，我來為您按摩腿部吧。丹尼爾無奈地說道，你在說什麼啊？突然毫無預兆地出現在這裡，
弗利達解釋，醫生說我需要不斷揉搓你的肌肉，這樣它們才不會僵硬。反正我每天都在做這件事。丹尼爾躺在床上，撐起身體問道：“每天嗎？”他神色警覺地看向弗利達，所以你一直都在摸我？我是說給我按摩嗎？弗利達露出燦爛的笑容。是的，突然的動作會給你的身體帶來負擔。丹尼爾低下頭，陷入了沉默。弗利達擰乾手中的濕毛巾，他拿着毛巾靠近丹尼爾的腳。丹尼爾縮回腳，我真的沒事，你不需要這麼做。弗利達低下頭，我会像往常一樣照顧你，你只需要專注於康復。丹尼爾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，阻止了他的動作。你難道不覺得和我待在一起很不舒服嗎？弗利達愣了一下，什麼？他露出燦爛的笑容，一點也不，我完全沒有不舒服。我是你的妻子，這是我理所應當該做的事情。丹尼爾冷冷地想到，對我來說，和你待在一起才是不舒服。他沉思着，我當時只是為了擺脫那個煩人的局面才那麼說的。但當他聽到那些話時，他的神情瞬間凝固了，那副哀傷的神情像針一樣刺痛着我的心，導致我整個早上都心情煩躁。這種不安的感覺揮之不去，仿佛所有的事情都糾纏在了一起。丹尼爾抬起手，用力抓了抓頭髮，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。這真是個麻煩。他看向安東醫生說道：“給我拿把剪刀來。”他抓起額前垂落的長髮，我要把這個剪了。陽光灑在宏偉的城堡上，弗利達與穆里爾正坐在長桌旁用餐。沉重的靴子踏在走廊地板上，腳步聲停在门前。丹尼爾站在門口說道：“你在這兒，丹尼爾夫人，你們在吃東西吗？那麼我們晚點再聊。”弗利達站起身，輕聲回應道：“好的。”丹尼爾轉身對多米尼克吩咐道：“等他吃完後，把他帶到我這裡來。”多米尼克低頭回應道：“遵命，大人。”丹尼爾邁步離開，多米尼克跟在他身後，兩人走出了餐廳。侍女看着門口感嘆道：“天哪，只是剪了頭髮，大公怎麼看起來完全不一樣了？我剛才甚至都沒意識到多米尼克在那兒。”穆里爾輕哼一聲，至少他現在看起來還算體面。侍女看向弗利達：“夫人，您身體不舒服嗎？”弗利達回過神來：“我沒事，我只是有點驚訝。”他走在寬敞的長廊上，跟在多米尼克身後。他在心中暗自感嘆：“真的嚇到我了。自婚禮以來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這副模樣。雖然他以前一直都是這樣，以前我只把他當成需要照顧的病人，但今天他看起來就像一位古老的神靈。”兩人停在厚重的木門前，多米尼克抬手敲門：“大公，我是多米尼克，我把夫人带過来了。”房間內傳出丹尼爾的聲音：“進來。”多米尼克側過身：“那麼我就先告退了。”弗利達獨自走進書房，丹尼爾坐在寬大的書桌後，問道：“你昨晚睡在哪兒？那裡應該沒有為你準備床鋪。”弗利達回應道：“我睡在穆里爾的房間裡。”丹尼爾從書桌後站起身：“我叫你來是因為有件事要告訴你，也包括那個問題。我有樣東西想給你看，跟我來。”他走到高大的書架前，伸手觸碰書架上的機關，沉重的摩擦聲響起，整面書架開始緩緩移動。弗利達驚訝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書架徹底移開，露出了一間隱藏在後方的密室。弗利達看着密室問道：“這是什麼？”丹尼爾拿起桌上的燭台，裡面很黑，跟緊我。弗利達默默跟在丹尼爾身後，踏入陰冷的石磚通道。他看着四周厚重的石牆，這間房裡竟然藏着秘密通道。他到底要帶我看什麼？丹尼爾走得很快，弗利達必須加快腳步才能勉強跟上。他內心深處湧起一陣恐懼，我無法完全站在陽光下，在夜晚也看不清東西。對我而言，黑暗的地方總是更加令我恐懼。丹尼爾察覺到身後的動靜，停下腳步，轉過身，將手中的燭台遞了過去，說道：“拿着這個。”弗利達伸手接住燭台，丹尼爾繼續說道：“抓穩了。”弗利達還沒反應過來，丹尼爾突然伸手將他橫抱起來。弗利達慌亂地問道：“您這是在做什麼？”丹尼爾抱着他穩步前行，按照剛才那個速度走下去，我們明天才能到。弗利達心中滿是疑惑，一個在床上躺了3年的人，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力氣？他低頭看向手中搖曳的燭火，如果我的生命就像這根隨時會熄滅的蠟燭，那他的生命簡直就像一支巨大的火炬般強盛。他臥床3年，竟然比我還要健康得多。弗利達的心中湧起一陣複雜的情緒，我好嫉妒。沉重的木門發出吱呀聲，緩緩向兩側開啟。丹尼爾開口說道：“我們到了，就是這裡。”弗利達看向前方，雙眼微微睜大。巨大的地下倉庫展現在他面前，無數沉重的木箱整齊堆疊，金色的光芒從箱縫中溢出，各種珍貴的寶物與財貨堆滿了整個空間。弗利達問道：“這是什麼地方？”丹尼爾回答道：“這是領地的金庫，請把手給我。”他將一把精致的金色鑰匙放在弗利達的掌心，這裡的任何東西你都可以隨意使用。弗利達看着手中的鑰匙，又看向滿屋的財寶，所以這裡的一切都是您的，您允許我使用這一切嗎？丹尼爾點了點頭，不過有一個條件。弗利達急切地回應道：“什麼條件？我什麼都願意做。”丹尼爾說道：“立刻去訂一張床，絕對不要帶花紋的那種。”弗利達呆呆地回應道：“好的。”陽光透過窗簾灑進臥室，丹尼爾坐在床邊，里卡多站在他身邊問道：“是什麼讓您改變了主意？關於把金庫鑰匙交給夫人的事，我以為多米尼克已經勸過您了。”丹尼爾脫下外套，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勸阻過我，我本來就打算把鑰匙給夫人。在過去的3年裡，一直是他在照顧我。你把我當成什麼樣的男人了？里卡多双臂交疊站在一旁。丹尼爾神情冷峻，低聲說道：“無論我是否覺得和他相處不自在，這都是2碼事。反正他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，我想讓他在活着的時候隨心所欲地做任何他想做的事。”里卡多提醒道：“但是您蘇醒的消息現在肯定已經傳到了皇太后那裡，如果夫人現在讓領的變得更加繁榮，那可能會成為一個問題，您會陷入危險的。”
丹尼爾繫上襯衫扣子，別胡說八道了，就憑他那副虛弱的身體，他能做出什麼事來？里卡多無奈地嘆了口氣，那是因為您還不夠了解他。房門被猛地推開，發出一聲巨響，多米尼克怒氣冲冲地闖進房間。我不是告訴過你不要把鑰匙給他嗎？你現在打算怎麼辦？這種爛攤子你要怎麼收場？丹尼爾神色平靜地問道。出什麼問題了？多米尼克咬牙切齒地質問道。你沒聽說他現在正在做什麼嗎？他一把揪住丹尼爾的衣領，如果再這樣放任下去，不到1年我們就會破產的。你這個混蛋！里卡多急忙上前阻止道。多米尼克，你怎麼能這樣揪着公爵大人的衣領？多米尼克反駁道。我們小時候經常這樣玩，現在有什麼大不了的？我不是以僕人的身份在對你說話，而是作為你的老朋友，現在阻止他還來得及。丹尼爾問道。為什麼？難道他打算動用國庫去買下一個國家嗎？多米尼克冷笑一聲，如果買下的是個國家，那至少還有點用處。可現在你的妻子正計劃把錢揮霍在那些愚蠢的道路上，他說要拓寬他們，還想修一條直接通往港口的公路。利奧波德隨時都可能奪走這片土地，在這樣的土地上修路有什麼意義？所以我告訴他，這種大規模的建設工程在動工前必須獲得皇帝的批准，但他卻說在皇室發現之前盡快動工。弗利達抱着書本，微笑着對多米尼克說道，如果工程已經完工了，他們就很難再阻止了，你不覺得嗎？多米尼克氣得渾身發抖，這到底是什麼離譜的想法？總之你必須阻止他，如果這件事傳到皇太后耳中，他一定會想方設法把你拽回戰場的。丹尼爾回應道，那件事我會親自處理。他盯着多米尼克，你去查清楚3年前到底是誰誘導諾廷根公爵發動了叛亂。多米尼克轉身走向門口，如果你想讓我繼續為你效力，就管好你的妻子，別讓她再到處惹麻煩，不然你就另請高明來替她收拾殘局吧。多米尼克摔門而去，沉重的木門發出一聲巨響。丹尼爾陷入了沉思，修路嗎？作為一個貴族小姐，她確實相當聰明。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灑進圖書館，照亮了整齊排列的書架。弗利達將一份文件推到丹尼爾面前，丹尼爾坐在辦公桌後，看着桌上的紙張問道，這是什麼？弗利達回答道，這是一份報告書，我制定了一套關於修路和管理物流分配的計劃。丹尼爾說道，我記得告訴過你，沒必要事事都向我請示，隨你怎麼使用，甚至不必非得用在領地上，你也可以用這些錢去買珠寶或裙子。他注視着弗利達，心中暗自思忖，現在想來他平時的打扮總是非常樸素，誰會想到她是一位大公夫人？她在結婚時賣掉了所有帶來的珠寶，把錢都分給了工人們。她本該拿着錢過着貴族應有的奢華生活。突然，她注意到弗利達的神色，那張蒼白的臉看起來像是快要暈倒了，連嘴唇都失去了血色，額角滲出細密的冷汗，眼神開始渙散游離。丹尼爾猛地站起身，你不舒服嗎？弗利達回應道，沒有。丹尼爾大步走上前，別撒謊。他伸出手按在弗利達的額頭上，弗利達仰頭看着他，顯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丹尼爾神情嚴肅，你在發燒？弗利達身體一歪，整個人失去了重心，向前倒去。丹尼爾伸手接住他，大聲喊道，弗利達！弗利達癱倒在丹尼爾懷裡，雙眼緊閉，陷入了昏迷。丹尼爾扶着他的肩膀，焦急地問道，你能聽到我說話嗎？他轉頭看向門口，大聲呼喊，外面有人嗎？弗利達躺在床上，額頭上敷着濕毛巾，丹尼爾坐在床邊的椅子上守候。弗利達緩緩睜開眼睛，丹尼爾察覺到動靜，俯身問道，你醒了嗎？弗利達坐起身，公爵大人，我睡了多久？丹尼爾回應道，大約2個小時。你還在發燒，應該多休息。弗利達忍不住咳嗽了幾聲，我沒事，這對我來說很正常，只是今天有點累了。您剛才看到我給您的報告了嗎？修路需要大量的啟動資金，所以我在想，明天來城堡拜訪的土耳其商人。丹尼爾打斷了他的話，我之前說過了，你不需要向我匯報所有事情，隨你心意去做就好。但是從今天開始，進入金庫需要滿足一個條件。你現在這個樣子，是因為熬夜寫報告才導致的吧？所以從現在起，身體不舒服的時候不准進入金庫。他俯身靠近弗利達，伸手從他身上取走了鑰匙。他直起身子說道，在你退燒之前，這把鑰匙由我保管。弗利達驚訝地看着他，這太荒謬了，我幾乎每天都在發燒，照這樣下去我永遠都進不去金庫了。丹尼爾晃了晃手中的鑰匙，那看來金庫要關閉一段時間了。弗利達掀開被子下床，公爵大人，您怎麼能這樣？您不能剛給了我東西又收回去。丹尼爾背對着他說道，這是為了你的健康，請原諒我的無禮。弗利達站在房間裡，氣得渾身發抖。丹尼爾站在門口，祝你休息愉快。他微微躬身，隨後走出門外。緊接着，一個木桶狠狠砸在緊閉的房門上，水花四濺。弗利達對着門口大喊道，你這個騙子！丹尼爾站在走廊裡，聽到身後的動靜，停下腳步回頭看了一眼，他捂住嘴，發出一聲輕笑。弗利達大口喘着氣，這不可能發生。他低下頭，心中充滿了焦慮。土耳其商人很快就要到了，那些商人帶來了異國的稀有球晶，開出的花朵獨特而美麗。如果能把這些花賣給貴族，一定會賺到很多錢。現在的烏德勒支擁有最適合種植它們的氣候，我必須現在就買下並種好它們，才能按時收穫。如果能建成那條連接城堡和港口的公路，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。如果路修好了，除了現在售賣的藥草，我還能賣出更多的鮮花。他咬緊牙關，下定了決心。既然他不肯把鑰匙還給我，那我就去把它偷回來。距離商人到達只剩下1天時間了，我必須在那之前從大公手裡偷到鑰匙。弗利達在房間裡翻找着，聽說大公一旦出去騎馬，很久都不會回來。他出遠門時也不會帶走重要的東西，所以
這是我找到金庫鑰匙的機會。他肯定想不到我會搜查他的房間，等着瞧吧。我會打開金庫，和土耳其商人達成交易，讓他看看我的本事。弗利達踩在長凳上，伸手夠向書架高處的書籍，伴隨着沉重的機關聲，書架後方突然傳出異動。弗利達愣住了，這是什麼？他失去平衡，整個人向前倒去，他摔落在冰冷的地板上。這是什麼？秘密通道嗎？難道和以前見過的那個一樣？頭頂上方傳來細微的摩擦聲，弗利達警覺地抬起頭，他驚呼道：“等一下！”沉重的機關門猛地合上，將他徹底困在了黑暗的密室中。夜色漸深，窗外傳來陣陣蟲鳴。丹尼爾推開房門，邁步走進屋內，騎馬似乎確實有助於身體恢復。我也沒忘記通往密道的路，在蒙海姆城堡內共有5個房間與密道相連。我起床後就立刻確認過，確保自己還完美的記得那些路徑。現在只剩下公爵夫人的房間還沒檢查，但是他停下動作，眼神變得銳利。這個房間給我一種奇怪的感覺，有被人闖入過的痕跡。他看向書架，書籍的位置發生了偏移，一定是皇太后的間諜。丹尼爾拔出腰間的長劍，剑刃在昏暗的房間裡閃過寒光。他邁步走向書架，皮靴踩在地板上，發出沉悶的聲響。這個愚蠢的間諜似乎在搜查我房間時，不小心被困在了秘密通道裡。如果不掌握開啟的方法，從裡面是絕對打不開的。他走到書架前，伸手按向機關，密室的大門猛地向兩側推開。他猛地一震，弗利達癱倒在冰冷的石磚上，呼吸急促，整個人已經失去了意識。丹尼爾衝進密室，蹲下身扶起弗利達：“你到底在這裡做什麼？快醒醒！到底發生了什麼？”他突然想起了什麼。對了，他害怕黑暗的地方，上次他就在不停地發抖，可現在他卻獨自一人被困在這裡。丹尼爾抱着弗利達衝出房間，該死，他到底在裡面待了多久？他大聲喊道：“有人在外面嗎？”一名侍衛急忙跑來：“發生什麼事了？”丹尼爾吩咐道：“快去叫醫生。”一輛馬車在夜色中疾馳，馬蹄聲在寂靜的林間回盪。月光籠罩着勳戴爾城堡，高聳的塔尖在夜幕下顯得格外冷峻。城堡的會客室內，一名侍從微微躬身，他開口匯報：“大約在10天前，我收到了消息，丹尼爾大公醒了。”皇太后坐在桌邊，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她若有所思地回應道：“看來他命挺硬的，我還以為他永遠醒不過來了。”皇帝坐在对面，母親對於一個昏迷了3年的兒子來說，這話未免有些太刻薄了。皇太后發出一聲冷笑：“那種人怎麼會是我的兒子？那個平民勞拉才是他的母親，他不過是皇帝養的一條狗，只會按照主人的命令去叼回獵物，他也就這點價值了。”丹尼爾站在床邊，低頭看着昏迷不醒的弗利達，他雙手抱在胸前，眉頭緊鎖。房門被推開，安東醫生背着藥箱匆忙趕到，身後跟着穆里爾，兩人神色凝重，快步走向床邊。穆里爾衝到床邊，驚呼道：“夫人！”他看着面色慘白的弗利達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他死死盯着丹尼爾，咬牙切齒地喊道：“是你！”他猛地揮動手臂，一記重拳狠狠砸在丹尼爾的臉上。丹尼爾被打得側過頭去，嘴角滲出血跡。安東醫生被這突如其來的暴力嚇得倒吸一口涼氣，他驚恐地喊道：“穆里爾爵士！”穆里爾憤怒地質問道：“你到底對夫人做了什麼？你這個垃圾！”丹尼爾伸手摸了摸臉頰：“你瘋了嗎？”穆里爾毫不退縮：“瘋了的人是你，大公閣下。”他指着床上的弗利達：“看看他的頭髮，他的手，還有他的衣服。你以為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嗎？你剛才想強迫他，對吧？如果你需要女人，就該去外面找情婦，為什麼要對這麼虛弱的人下手？”丹尼爾低聲說道：“看來你誤會了什麼。你最好到此為止。我並不是一個仁慈的人，而且就算我真的對自己的妻子做了什麼，那又有什麼問題？”穆里爾低着頭：“你問有什麼問題？”他拔出長劍，作為夫人的騎士，我向你挑戰，拔劍吧。多米尼克走了進来，你們2個在做什麼？你們不是要決鬥吧？穆里爾說道。多米尼克，你的公爵剛才試圖強迫他的妻子。多米尼克愣在原地。什麼？他轉向丹尼爾，大聲質問：“公爵大人，您瘋了嗎？看看他有多麼脆弱。”丹尼爾打斷道：“多米尼克，把穆里爾爵士帶離這裡，立刻！”他掃視着眾人說道：“全都給我滾出去！”弗利達躺在寬大的床鋪上，緩緩睜開眼睛。我這是在哪？這裡是公爵的房間嗎？丹尼爾站在不遠處，雙臂環抱在胸前。你是在找鑰匙嗎？弗利達嚇了一跳。天哪！丹尼爾看着他問道。我問你是不是在我的臥室裡找鑰匙？弗利達支支吾吾的回應。那個，他整個人癱坐下來。是的，他心中充滿了羞愧。我太尷尬了，真想找個地方躲起來。我不但在他房間裡亂翻，還暈倒了，惹了這麼多麻煩。丹尼爾邁步走近，我身邊有很多敵人，就算我把你當成間諜，當場處決也是我的權利。所以，如果你以後還想搜查我的房間，請盡量不要這麼做。弗利達低下頭說道：“對不起，我無話可說。”丹尼爾將鑰匙扔在他身邊。你是打算和來城堡的土耳其商人做交易嗎？弗利達握着鑰匙，露出燦爛的笑容。是的，我得付錢給他們，買下今年秋天要種的花球。丹尼爾疑惑地重複道：“花球？”弗利達興奮地解釋道：“是的，那是種在他們皇家花園裡的花。如果在秋天種下這些球茎，度過冬天後，它們就會在春天綻放。那些花朵看起來就像商人們戴的頭巾一樣。在他們的原產地，這些花有各種各樣的形狀和顏色，交易價格非常高，顏色越稀有，價格就越昂貴。”他湊近丹尼爾，這種流行趨勢傳到斯維根只是時間問題。如果我們能在烏德勒支培育這些花，我保證我們的領地一定會繁榮起來。他意識到自己有些失態，尷尬地停了下來。我表現得太興奮了。丹尼爾問道：“你真的那麼喜歡這個地方嗎？”弗利達回應道：“當然喜歡，我愛這個地方。
當冬天過去，鮮花盛開，領地變得繁榮，人們生活幸福的那一天，或許並不是我能活到親眼看見的那一天。丹尼爾不解地問道：“所以你為什麼這麼想要它？這種貧瘠的土地有什麼好喜歡的？”弗利達說道：“你可能會覺得我這麼說很自私，但我其實很喜歡這片土地的貧瘠。”他握着胸前的鑰匙，正因為如此，我才有事情可做，而且我還能幫助別人。我希望烏德勒支的人們在遙遠的未來也能過得很好。這裡珍貴的人們，那些總是对我如此溫柔的人們，甚至包括那個幫我逃離囚禁生活的人，我希望他們都能平安無事。所以，我想築起一道牆來保護每一個人。只要我還有力量，我就會一直這樣做下去。丹尼爾轉過身，背對着弗利達。弗利達說道：“我會忠實地履行托付給我的職責，甚至是身為大公夫人的職責。所以，請您不必擔心。”丹尼爾的手指微微一顫，他猛地轉過身：“什麼職責？”弗利達回應道：“延續家族血脈的職責。我想皇太後之所以選擇我，是因為她認為我無法生育，但我會盡我所能，確保您擁有繼承人。”丹尼爾問道：“你明白那意味着什麼嗎？”弗利達點了點頭：“是的，我明白，而且我已經準備好了。所以，如果您心裡已經有了合適的人選，請告訴我。”丹尼爾伸出的手停在半空中：“你是在告訴我，為了讓我能有孩子，讓我去那個情婦嗎？”弗利達遲疑地回應道：“是的。”丹尼爾猛地將弗利達按倒在床上，俯身壓在他上方：“如果我說不呢？我沒打算為了生孩子去找什麼情婦，我已經聽夠了那些把人貼上私生子標籤的話。”弗利達被他的氣勢震懾：“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冒犯您的。”丹尼爾注視着他：“我認為你應該成為那個為我生下孩子的人，所以為了幫我，你願意做到什麼程度？”丹尼爾伸出手，指尖觸碰弗利達的嘴唇：“到這種程度嗎？”他移開手，指尖劃過弗利達的頸側：“或者這樣呢？今晚我能期待你履行妻子的職責嗎？”弗利達點了點頭：“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公爵大人，但我不舒服，所以能給我一點時間嗎？”丹尼爾俯視着弗利達，沉默了片刻，他直起身子回應道：“好吧。”清晨的陽光灑在城堡上，弗利達坐在會客室的沙發上，對面坐着2名包着頭巾的商人，其中一名商人拿起一枚金幣放在眼前仔細端詳，另一名商人在一旁看着，2人發出了笑聲。穆里爾推開會客室的大门，看着屋內的弗利達：“拿到你想要的交易了，開心嗎，夫人？最近發生了很多事，要把烏德勒支的貨物運出去，實在太難了。”不久前，穆里爾驚訝地問道：“公爵大人竟然想強迫你？”弗利達連忙擺手解釋道：“不是那樣的，穆里爾。我在公爵房間尋找金庫鑰匙時暈倒了，我衣服破了是因為我被關起來感到窒息，才自己撕破了衣服。公爵為了保全妻子的面子，沒有做任何辯解，硬生生挨了穆里爾一拳。”穆里爾露出痛苦的神情：“該死，我寧願他打回來，這樣我們就扯平了。”弗利達在房間裡送別商人，穆里爾站在一旁懊惱地抓着頭髮。馬車停在森林邊，弗利達戴着遮陽帽，看着遠方說道：“你是說那邊有個港口對吧？”多米尼克無奈地說道：“您真的非要在這片森林裡開闢一條路才滿意嗎？”弗利達笑着回應道：“我們需要一條路，這樣才能輕鬆賣出烏德勒支的貨物。以前要把東西運進運出實在太难了，這不是選擇，而是必須要做的事。”多米尼克點頭：“好的，我明白了。”他指着遠處的山脈：“那麼我建議往那個方向修路，那是阿爾塔斯山脈的一部分，即使砍掉一些樹木，也不會有人抱怨。”他指着另一側的密林，但那個區域與魏瑪接壤，可能會引發衝突，到港口的距離對兩邊都差不多，所以我們還是選擇更安全的方案吧。穆里爾問道：“你是怎麼知道這些的？”多米尼克無奈地回應道：“那是因為曼海姆城堡裡能讀寫的人並不多，即便我沒有任何正式的頭銜或職位，也總是被叫到這裡來。”他抓着衣領抱怨道：“我只是個僱傭兵，為什麼要處理這種事？該死！”穆里爾在一旁看着他，發出了嫌棄的聲音。弗利達陷入了沉思，片刻後，他抬起頭說道：“我決定了，我們要往那個方向修路，朝向魏瑪。”多米尼克驚訝地問道：“為什麼？你不是說討厭衝突嗎？”弗利達解釋道：“正因如此，我們才需要往那個方向修路。如果我們只為烏德勒支建造通往港口的路，魏瑪就會蒙受損失，因為他們已經壟斷了這一地區的貿易。如果那樣，他們肯定會想方設法阻止我們，或者拖慢進度。但如果我們把路修向他們，他們可能會覺得這有利可圖，他們能和我們貿易，而且路越多越好。所以從長遠來看，把路修向魏瑪更有利。”多米尼克聽完後感嘆道：“您說的一點沒錯。”馬蹄聲從遠處傳來。多米尼克警覺地看向森林深處，有人來了。穆里爾立刻護在弗利達身前。弗利達低聲說道：“那是一名全副武裝的騎士，騎着馬出現在林間，手中舉着一面鮮紅的旗幟。”弗利達看着旗幟上的圖案，那是斯維根皇室的紋章。他與多米尼克對視一眼，這意味着他們發現大公醒了。一只手將一封信丟在桌上，皇室派來的間諜。丹尼爾坐在書房的扶手椅上，讀着手中的信件。鑑於大公夫人的辛勤付出，我將派遣一位能幹的人員擔任管家，提供些許協助，請不要拒絕弟弟對兄嫂的一片誠心。多米尼克冷笑着說道：“如果他們真的知道這裡有多難，早該派人過來了，為什麼要等到現在？他們這分明是想派人來監視我們。”丹尼爾問道：“那麼他們派來的那個混蛋是誰？”穆里爾回應道：“斯特凡·博伊爾男爵，他絕對是皇太后那邊的人，曾擔任過皇太后侄子的家庭教師。我記得他，因為他是我哥哥的大學同學。”弗利達若有所思地說道：“既是家庭教師，又是大學畢業生，那他一定非常聰明。”多米尼克點頭：“沒錯，憑他那聰明的腦袋，他會把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匯報給皇太後。”弗利達看向多米尼克：“多米尼克，你搞錯了，他會寫字，還會算賬。”
多米尼克愣住了，等等，聰明的人等于能幹活的人，等于能減輕我的工作量，等於救星。他的眼神瞬間變得明亮，終於有個能幫我分擔負擔的有用之人了。他不是什麼奸細，他是上天賜予的福報。弗利達在一旁附和道：“沒錯。”丹尼爾說道：“無論他是奸細還是福報，既然是皇帝派來的人，我們就必須留他住上一段時間。那麼公爵夫人，我就把他交給你處理了。”弗利達露出自信的笑容，他握緊拳頭：“請放心，我會給他安排多到做不完的工作，讓他根本沒時間寫什麼秘密信件。”多米尼克在一旁豎起大拇指。丹尼爾突然沉默下來，注視着弗利達。弗利達被盯得有些局促，他為什麼突然這樣看着我？丹尼爾輕咳一聲：“今天就到這裡，你們都退下吧。”眾人回應道：“好的，晚安，大人。”丹尼爾聲音低沉地命令道：“穆里爾爵士，你留下。”穆里爾停下脚步，整個人僵在原地。房門關上，弗利達站在走廊裡，回頭看向緊閉的大門，希望穆里爾不會有事。突然一陣劇痛從腹部襲來，弗利達彎下腰，雙手緊緊按住腹部，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：“我的肚子！”深夜的勳達爾城堡燈火通明，斯特凡坐在華麗的沙發上，身體止不住的顫抖。皇太后坐在對面，她開口說道：“你沒必要這麼僵硬，我並不會對你提出什麼過分的要求。”斯特凡回應道：“是的，陛下。”皇太後繼續說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對去烏德勒支這件事感到緊張，我不會讓你去做任何太困難的事。我想要的只是想知道大公身邊是否有女人，僅此而已。”斯特凡抬起頭，眼神中透着不安。“一個女人？”皇太后看着他，露出了意味深長的微笑。“你應該很清楚，為什麼斯維根帝國會爆發這麼多場內戰。第一任皇帝沃爾斯塔克有12個孩子，他賜予了他們所有人爵位和領地，由此誕生了12公爵。沃爾斯塔克曾宣布，下一任皇帝不分長幼，將由12個孩子中最優秀的一位繼位。正是因為這句話，偉大的帝國開始分崩離析。在沃爾斯塔克去世後的10年裡，包括理查茲家族在內的4個家族為了皇位陷入權力鬥爭，他們一個接一個的在爭奪中覆滅。這段悲傷的歷史絕不能重演。我希望能保護現任皇帝的血脈，讓斯維根帝國重回正軌。這就是為什麼絕不能出現一個試圖延續混血血脈的女人。書房內，丹尼爾坐在書桌後，沉默地注視着前方的穆里爾。穆里爾低頭避開對方的視線，他在計劃什麼？如果要責罵我，還不如乾脆一點，而不是像這樣一直盯着我看。丹尼爾眯起眼睛，目光落在穆里爾背後的長劍上。那把劍是叫科爾達嗎？穆里爾停頓了一下，回應道：“是的，那是我家族傳承的劍。”丹尼爾說道：“對於一個淪為保姆的騎士來說，這把劍真是浪費了。像你這樣的人，怎麼會淪落到給哈克本家族當騎士？”穆里爾回答道：“伯爵曾經給過我很大的幫助，我想報答他的恩情，但他除了讓我守護他唯一的女兒之外，別無所求。”丹尼爾淡淡的回應道：“是嗎？你還想繼續向我發起決鬥挑戰嗎？”穆里爾猛地一驚：“我為上次發生的事情道歉，我願意接受任何懲罰。”丹尼爾說道：“你侍奉的是我的妻子，而不是我，所以懲罰你並不是我的責任。但是向我發起決鬥挑戰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接受你的挑戰，以切磋的形式。如果你能打敗我，我會滿足你任何一個願望。”穆里爾愣在原地，心中滿是疑惑。他突然提出要切磋，而且還會滿足我一個願望。丹尼爾的語氣變得低沉：“但如果我贏了，你要把科爾達交給我。”穆里爾問道：“你是認真的嗎？”丹尼爾點了點頭：“我是認真的。”穆里爾陷入了沉思。一個願望。他抬起頭看向丹尼爾：“我接受。”丹尼爾坐在椅子上，露出了得逞的微笑。決鬥定在2天後的白天，地點選在曼海姆城堡的訓練場。丹尼爾赤裸着上身，趴在臥室的地毯上進行高強度的俯臥撐，汗水順着脊背滑落。走廊裡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。弗利達提着裙擺在長廊上奔跑，心中充滿了焦慮。要和穆里爾決鬥，以他現在的身體狀況，萬一受傷了怎麼辦？多米尼克攤開雙手，一臉無奈：“大公什麼時候聽過我的勸告？”弗利達停在房門前，敲了敲門：“大公，我可以進來嗎？”屋裡傳來丹尼爾低沉的聲音：“進來。”弗利達推開沉重的木門：“我有件事想問。”他的話語戛然而止，整個人愣在門口。他看着赤裸上身的丹尼爾，結結巴巴地問道：“為什麼你沒穿衣服？”丹尼爾轉過頭：“你感到很驚訝嗎？我以為你早就了解我的身體了，畢竟這3年來你一直在照顧我。”弗利達背對着他喊道：“那時候你還處於昏迷狀態。”丹尼爾微微一笑：“是嗎？”弗利達捂着臉，透過指縫偷偷看向丹尼爾：“雖然以前就注意到了，但我的丈夫真的很高大。”丹尼爾拿起旁邊的襯衫。弗利達平復了一下心情，說道：“我聽說你明天要和穆里爾決鬥，是真的嗎？”丹尼爾穿上襯衫：“是真的。”弗利達問道：“為什麼要那樣做？請不要去，你還沒有完全康復，如果你受傷了會很麻煩的。”丹尼爾停下動作，側過頭看向他：“看來你覺得我會輸給他。”弗利達猶豫着說道：“穆里爾是北方最強的騎士，他在整個帝國都赫赫有名。你已經3年沒有拿過劍了，根本不可能贏過穆里爾。”丹尼爾走向弗利達：“你不需要擔心我，你應該擔心你自己的身體。上次你說你身體不舒服，所以無法履行職責，但我今天感覺身體很好，所以你能給我一點時間嗎？”弗利達愣在原地：“在我看來，你確實非常健康。”丹尼爾注視着他：“那麼今天可以嗎？我是指你作為妻子的職責。”弗利達退後一步：“我想你還得再等幾天。”丹尼爾問道：“這次又是什麼原因？”弗利達低下頭，避開他的視線：“只是因為我的生理期還沒有結束。”丹尼爾站在他面前，陷入了沉默。